欢迎收看我们这次的深度分析。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很不一样的帝国建造者。他盖的不是那种云端上的数位王国，而是一个根植在我们现实世界里，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庞大版图。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真正的财富，它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云端，而是用混凝土啦、钢铁啦，还有电缆线一砖一瓦打造出来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这份分析蓝图最核心的精神。好的，那我们的探索就正式开始咯。我们就从这个庞大的实体帝国背后最重要的那个建筑师布鲁斯·弗拉特 （Bruce Flatt） 开始谈起。在投资界，大家常常叫他加拿大的巴菲特。当然啦，这算是一种恭维，也代表了他在投资界的传奇地位，对吧？不过，我觉得把它想成是全球经济的过路费收费员可能会更贴切。你想想，他跟巴菲特很不一样，他不太去买那种家喻户晓的消费品牌，他买的是什么？是水力发电厂，是铁路，是港口，是数据中心，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现代社会运作绝对少不了的骨干。好，那接下来这一点就非常有趣了。我们来看看他这套核心哲学是怎么来的。因为它是在一场巨大的危机里面被淬炼出来的。时间回到2001年9月11日，纽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攻击。当时，弗拉特公司旗下的世界金融中心就位在双子星大楼旁边，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受损非常严重。那时候，所有人都拼了命的想逃离，对吧？但他呢？他反其道而行。就在当天晚上，他居然是租了一台车，连夜从多伦多一路开到曼哈顿。隔天，他就已经戴着安全帽，亲自站在那片废墟的尘土里面，指挥整个修复工作。这个故事真的完美的展现了他这个人最根本的思维模式。所以这就是他的运营者哲学。他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只是一个资产的拥有者，不，他是一个亲力亲为的运营者。你知道吗 ？Brookfield 旗下有大概25万名的工程师跟员工，这种深厚的运营实力就形成了一道护城河，是那些纯粹玩金钱游戏的金融公司根本跨不过去的。所以说，他整套策略的核心其实就是逆向思考。他总是在市场上资金最缺乏、大家最恐慌的时候出手。比方说，2010年那时候大家都说零售业要完蛋了，他跑去收购了快破产的地产公司 GGP。还有911事件之后，他更大举买进当时根本没人敢碰的曼哈顿地产。他的焦点永远都放在那些进入门槛很高，而且现金流又很稳定的实体资产。好了，那问题来了，这个超级庞大的帝国，它内部到底是怎么建构的？还有最重要的，身为一个个人投资者，我们到底该怎么参与进去呢？想要参与，你得先看懂 Brookfield 这个大家族。首先，代号 BN 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航空母舰，也就是母公司，它持有所有资产的股权。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长期的复利成长，那选它就对了。再来是 BAM。这家公司就是现金流制造机，它是一家轻资产的管理公司，会把赚来的钱高达90%都拿来当股息发掉。最后还有像 BIP、BEP 这些子公司，他们就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分别专注在基础设施啦、再生能源啦这些特定的项目上。好，看懂了现在的结构，我们就要把眼光放向未来了。关于未来，弗拉特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有3股历史性的趋势，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驱动整个资本的流向。这3大趋势分别就是：第一，数位化，讲白了就是 AI 对实体世界的需求；第二，去碳化，这里特别指的是核能的复兴；以及第三，去全球化，也就是西方世界的再工业化。这张图可以说就是 Brookfield 未来投资策略的核心地图。我们先看第一的数位化。在弗拉特看来 ，AI 它可不只是一串演算法而已，它背后是扎扎实实的能源跟混凝土。所以 Brookfield 现在正在跟 NVIDIA 合作，要盖所谓的 AI 工厂。你想想，这需要多庞大的数据中心、冷却系统，还有最重要的巨量的电力。那第二的趋势的规模有多大呢？这个数字800亿美元可以完美的说明一切。
这是 Brookfield 跟全球最大的油矿公司 Cameco 签的合约价值。他们要干嘛？他们要一起盖新的核反应炉。这可以说是一场豪赌，赌的就是核能将会是驱动未来 AI 世纪的终极动力来源。好，再来是第3个趋势，去全球化。现在为了供应链的安全，很多制造业都在搬回西方国家，这就代表需要盖新的工厂、新的物流网络。所以 Brookfield 不只投资了英特尔在美国盖的新晶片厂，他们甚至还投资了一家叫做 Figure 的机器人公司。为什么？目的就是要为制造业的回归提供未来的劳动力解决方案。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来做个比较比较一下弗拉特这种可以说是旧世界的实体资产大师，跟一位西古新世界的哲学家纳瓦尔拉维肯 Naval Ravikant， 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你看这张表，虽然他们用的工具可以说是天差地远，一个用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另一个用的是程式码和媒体，但你会发现他们底层的逻辑竟然惊人的相似。他们2个人都非常善于运用杠杆，都相信长期主义的力量，也都懂得怎么去管理风险，而且最重要的是都坚持独立思考。真的可以说一个是用旧时代的杠杆玩到了极致，另一个呢则是用新时代的杠杆达到了巅峰。好了，讲了这么多，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把这一套这么宏大的蓝图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财富累积旅程上面呢？来，这里有3个你可以实际执行的步骤。第一步叫做时间套利，很简单，就是利用你每个月稳定的薪水现金流，在市场最恐慌、大家都在抛售的时候，持续的买进优质资产。记住，你不被迫卖出的能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再来第2步，风险隔离，千万不要 all in 啊！你可以用一种杠铃策略，把大部分的资产放在极度安全的地方，然后只用一小部分的资产去追求高成长的机会。最后第3步，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现金流为王。不要再整天只盯着股价涨多少了，把你的焦点转移到去累积那些能够源源不绝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所以说，弗拉特的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在这个充满各种数位噪音、每天都有新话题的时代，最赚钱的生意往往是那些听起来最无聊的生意。真的，真正支撑这个世界运转的是那些我们平常不太会注意，但却至关重要的电厂、电网还有数据中心。那么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在这个越来越数位化、越来越抽象的时代，你又准备用哪一块既坚实又具体的飞行石来建造你未来的城堡呢？